这个男人今年30岁，身高却只有1.35米，而他常常因为身材矮小，走到外面总会遭到小孩的欺负。不仅如此，去超市买东西也会被人说闲话，并且结账时更是因太矮容易被柜员忽视。Sorry, I didn't see you. Cash in charge. 生活的种种遭遇让他的性格不由得孤僻。他只有一位陪伴多年的好友，可在这一天，好友毫无预兆地倒下了，他失去了唯一的挚友。朋友走后，把一个破旧的车站留给了芬。虽然位置偏僻，但相较于喧嚣的大城市，那里似乎更适合自己。沿着铁轨走了很久，芬终于看到了那个车站，打开尘封已久的大门，掀开满是灰尘的篷布，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了。第二天，芬来到家门口的餐车旁，习惯孤独的她没有多聊，简单问了超市的方向后就离开了。在马路的另一边，一位女士开车不小心走上了。Don't move. Don't. Try to get up. 好在芬安然无恙，没有责怪女士，拍拍身上的泥土走了。当芬来到陌生的便利店，立刻吸引了老板的注意。他拿出相机，回家路上，芬正悠闲地往回走，却没料到那个熟悉的女士再一次闯入了他的视线。Oh my god, I can't believe this. I can't. I'm so sorry. Here. Stay. 女士非常愧疚，提出要送芬回家，但此时的芬一肚子闷气，便再次拒绝了。面对这个特别的新邻居，餐车小伙乔治热情地邀请芬喝一杯，芬拒绝了。或许是习惯了独处，芬并不喜欢交朋友。当天晚上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芬很疑惑，这么晚了还有谁会找自己？ You're safe. No car. 原来是喝醉酒的西亚。在之后的交谈中，他向芬诉说了自己的心事。2年前，西亚的孩子意外离世，他一直无法原谅自己。芬呆呆地望着他，不知道该如何安慰。第二天早上，西亚醒来，才发现自己竟然睡了一晚。趁着芬不在，他赶紧地溜走了。而芬就这样在鱼缸待了一晚。过了一会，乔治又来了，他十分佩服芬，因为自己几个月都没能和西亚说上话，而芬仅仅1天就留他过夜了，这让他成了乔治的偶像。此时，一阵电话铃声响起，是西亚的电话忘记拿了。芬马上来到了他家，放下电话便走了。随后，芬来到镇上的图书馆，没想到吓坏了小店员。Oh, I'm so sorry. Oh god, I didn't know anybody was in here. 芬没有回应，她已经习惯了如此。由于没有借书证，芬没法借到书。You can put it on mine. Hi. Hi. 碰巧西亚也在图书馆，希望可以帮到芬，但芬拒绝了他的好意。可是回到家里，芬就发现那本书放在了家门口。 Olivia left it. My hero dog. 目睹一切的餐车老板，现在更对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天，芬坐在路边读书，乔找上了他，邀请做一件极其无聊的事。 Watching trains. 火车车厢只有3节，而他们就在这等了一下午，就是这么无聊。乔跟在芬的后面，不停地问他累不累。与乔的喋喋不休相反，芬的回答永远简洁明了。 You don't really say much, do you? It's not. 路上，2人遇见了西亚，乔热情地邀请他共进午餐，准备了美味的牛排。可偏偏此时，乔生病的父亲打来了电话，说找不到药了。没办法，乔只能火急火燎地往家赶，留下2人就这么坐着。 We don't have to talk. We can just eat. I'm cool with that. Okay. 接下来的日子，乔经常陪着芬去看火车的地方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让人意外的是，看火车这个活动竟然有个俱乐部，就是一群人围在一起，分享自己录制的火车经过录像。而芬没有摄像机，所以只能在旁默默观看。这天回来，芬发现家门口有一台录像机，是西亚送给她的。随后的时光，西亚也加入了压铁路小队，3人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走着，无聊而又充实。结束了一下午的压铁路，他们回到芬的车站，好动的乔忍不住和孩子们玩了起来。西亚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儿子，他强装笑脸，向众人匆匆告别。这天，乔带着芬去拍火车，他兴奋地拍下了人生中第一段火车录像。2人迫不及待地来到西亚家，跟他分享录像。3人坐在摇椅上，看着无聊的火车录像。酒过3巡，乔已经不省人事。西亚邀请2人住下来，各自准备了一个房间，而床头照片就是他的儿子。2年前意外车祸去世，第2天一早，当一个侏儒出现在前妻家里，前夫呆住了。 Who are you? 但更离谱的是，竟然还有一个男人悠哉地从厨房走了出来。 Hey, you're Olivia's ex. I just saw your picture in the kitchen. Yes. Can you guys leave us alone? 不知道2人聊了什么。从那以后，西亚就消失在了他们的生活中，甚至从身边路过，也装作没看见的样子。这天，芬去图书馆借书，店员小美却对他抛媚眼。 You have a nice chin. Nice chin. Yeah. Seriously?
他和乔相约去酒吧喝酒，可乔却爽约了。而芬在喝闷酒时遇到了图书馆小妹，这次她直接坦白告诉芬自己怀孕了，没有告诉她的混混男友，只告诉了芬。从酒吧出来，混混男友一把推倒了小妹，芬上前阻拦，可身材矮小的她是那样的无力。Oh my God! Stop it! Stop it! Finn, go! Go! Just go! 芬默默走了，把脾气藏在心里，发泄在无人看见的角落。隔天早上，乔找到芬，为自己昨天的失约道歉，因为父亲又病重了。但此时的芬心情郁闷，根本不在乎这些。Any word from Olivia? No. Want to do something tonight? Alright, what the fuck, man? I said I was sorry. What more do you want? I want to be left alone, Joe. Okay? That's what I want. 之后的日子，乔也消失在了芬的生活中。从前亲密的三人组，现在只剩下芬一人了。他来到西亚的家，远远地望着，独来独往的芬变得越来越主动。终于在这天，他等到了正和前夫通话的西亚。芬鼓起勇气去找他，换来的却是西亚的怒火。Go away! Please, Olivia, just... Look, I'm not your fucking girlfriend or your mother, alright? I know that. Are you alright? You're not a child! Get off the fucking porch and leave me alone! 他来到酒吧买醉，周围人的目光都不自觉地转移到芬身上。对于这一点，他早已见怪不怪。可今天，他不想忍下去。Here I am! Take a look. Take a look! 回家路上，芬不小心摔倒了，远处传来响亮的轰隆声。芬抬头看向疾驰而来的火车，她笑了，是那种解脱的笑。可是第二天，芬竟然毫发无伤，失去的只是那块随身携带的怀表，这样都不死。芬重新燃起了勇气，她再次来到了西亚家里，却发现他服用了过量药物，躺在了地上。芬艰难地扶起西亚，从他口中知道了事情真相。原来前夫还有一个孩子，并且希望跟西亚复婚，但在西亚心中，再多的孩子也没法代替自己的儿子。西亚去医院接受治疗，芬就在家里打扫卫生。他打给了乔留在西亚家的电话。不久后，两人一起接西亚出院。从前的三人组终于重聚了，他们坐在一起，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。至此，影片结束，平淡如小溪流般的剧情，或许正是我们追求的平淡幸福。在废弃铁轨散步，沉默地坐在一起用餐，温馨的夜间聊天，相互用细微的温暖陪伴着对方，陪伴着自己的痛苦。在这样一份淡淡缓慢贴近的爱中，心灵触碰，生命开始有力量去面对那些苦痛。在心灵驿站，他们就是彼此最珍贵的陪伴。这位小个子演员能够成长为行业里一个标杆式人物，是有其历史原因的。他擅长以内敛而细腻的表演征服观众，真心推荐大家观看原片。